竟昨日寻无迹，前途风雨聚散云不定，怎奈余生流离，宿命的掌心。若年岁尚能留我一息，若你懂我的真谛，只身闯入棋局，落子无悔意。纵然这一生枷锁，困我救我，此生都经过，无畏命运的蛊惑，斩断了因果。缘分这一世枷锁，爱过恨过，终不负诸错，以星火淬炼成果，不去等复活。这次一定要让沈在野和他那小妾有来无回。江桃花，你真神了！你怎么做到的？竟然真的让我哥带我来陈列。是谁说再吸引我就是狗？哎呀，气话嘛，别见怪嘛。木霞，四殿下似乎对你心存芥蒂。他只是过不了他自己心里那一关罢了。看来世人皆传言，北苑公主得沈相圣宠是真的。见过三殿下。江娘子不必紧张，我是觉得和江娘子有些眼缘，打个招呼而已。啊，对了，父王下旨办一场曲水流觞宴，若是有缘的话，流水席上我与江娘子痛饮3杯如何？承蒙三殿下厚爱，多谢三殿下的好意。只是江氏尚未沐浴更衣，在下先带他回营帐歇息了。木霞，你这人都到了猎场了，还这么无趣？走，跟本姑娘比比骑射。不愿意出帐篷啊？投壶也行。李策，该你了。好，你赢了。你这人好无趣啊！这才第一投，本姑娘用不着你让。你又何必非得找我比呢？你就放我安安静静的读会儿书，好不好？我进来许久也没见你这书动一下，你这书读的跟我应付我哥一回事儿。哎，是。可是读书又有什么用呢？书里讲，唯有行事正当，方可兼济天下。可是我却因为错信了官员，
而害了奶奶，造成那样的后果。可见我学的根本就只是纸上谈兵，面对现实便没了用武之术。那如果还有下一次，你打算怎么做？难不成学我哥那般？我承认，沈相确实料事如神，可是我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，又不允许我认可他的做法，我又不能像他那样。你就别再掉书袋了，你自己的也不对，我哥的也不对，纠结来纠结去，可惜了。做事就有如此剑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可是这一箭并没有中啊。那就投下一箭。投壶是计总数的，一次不中有什么要紧的？只要我的方法是对的，那就还有下一次机会。你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方法是对的？你站在这里投，我站在这里投，只要我的目标是剑壶，总能投进去的。连胜，季武赛。青影说的对，与其在这里自怨自艾，不如明确目标，也许终有一日能达到我心中所想。下去吧。相爷准备如何部署？来的时候我看过，表面上毫无破绽，世子应该是做足了准备。这么大的猎场，到哪里去找额前的线索？时间这么仓促，他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。只要有破绽，我们这次一定能抓住。我已经让战卢暗中调查，一会儿宴席，你我找机会离开。相爷，四殿下来访。你先去。殿下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天水村一事，是我愚钝不灵，还欠沈相和所有的村民一声道歉。此事已了，殿下你不要再多想了。只是经此一事，殿下心中的想法可有改变？并未。只要春猎一结束，我便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玉京，带着所有的证据，直接上报给京兆尹。自秦起，京兆尹便是三府之一，不属于任何世家派系，可直接上达天听。同时，我还会派人不惜一切代价，保护好天水村的村民和证据。殿下，还是想要报官？是。表哥，正道是什么道啊？就是与百姓有利、与国家长远的道。要走这样的道，就要先建立这样的秩序，道才不会走歪。荀子曰：“井井兮其有理也。”正是此理。我觉得律法无错，我报官一事也无错，而错的是那些徇私枉法的贪官。改正的方式不应该是拒绝相信律法，而应该是去创造一个人人都遵法的环境。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治必行。若我一个王子都不能信之尊之的话，谁又会依此而行呢？沈相可还是觉得我冥顽不灵？不，臣只愿殿下能够不改初心。殿下，
您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啊？这看似比先前开心多了呀。心中豁然开朗，自然喜不自胜。这世间百态，皆妙不可言，各有其理。若能将这世事用我心中所想的方式给呈现出来，又是如何一般盛景啊！王启，哎，嬷嬷好。战楼给的什么破玩意儿？是故意笑话我没脑子吗？看我不一剑劈了他！这鲁班锁一拆难拼，你觉得麻烦，却不知这世间的琐事比这鲁班锁更难。这次我与沈在野联手，一是要揭露世子私造恶钱的行径，为小莲奶奶报仇，更要搞清楚这一切同吕后的关联，日后才可有的放矢，同吕后谈条件。可是今日您和相爷那是在世子眼皮子底下，肯定很危险。要不还是让那奸相他自己去查吧。不，无论这猎场的背后是刀山还是火海，为了长觉和我自己，我都必须要去。你去帮我准备两套方便行动的衣服吧。木霞，吃不吃？我刚洗的葡萄。哦，走吧，入席了。诸位，今日曲水流觞，我们不妨以花行令，举酒赋诗，答不上的自取罚酒，如何？好，好啊，好。那寡人先来。窗梅落晚花，池竹开初笋。怎么样？臣妾一试。梅柳家门直，一条有家花。不愧是孟家的才子。那沈相呢？那臣便献丑了。枝横雀跃关，花绕临风台。很好。谢主上。来来来，今日好酒好诗，预祝各位爱卿在围猎场上都能多猎好物。来，今时汇风合唱，天朗气清，珍馐美馔无尽。诸位须得畅怀痛饮，才不负世子的招待啊！谢父王赏光来儿臣的猎场。来。沈相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沈相，这次狩猎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
来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开始吧。相爷，我想您喂我喝。相爷恕罪，我去换个衣裳。主上，爱妾殿前失仪，微臣稍后便来请罪。你要记得待会儿陪寡人下棋啊。是。相爷，喂。在哪儿？战卢给的位置准确吗？应该就在前面。这儿。这应该就是战卢说的，他们最后匆忙掩埋的地方。是银矿石。原以为这恶钱最多就是有人私自混入合金做成的，没想到竟是一座真银矿。私自开采银矿可是死罪，世子怎会如此大胆？哼，他背后有孟家撑腰，做什么都不足为奇。怀瑾果然聪明，故意留下破绽，沈在也便信了你。接下来，沈相和宠妾醉酒误入此地，不料干涸多年的温泉突然通水，二人不慎跌入水中，双双溺水而亡。怎么有水？走。不好，中计了。咱们得赶紧出去。快走。走。我腿卡住了。
按照吩咐，引水灌满洞穴。好。银矿位置隐蔽，拖个3、5日，世子再派人将尸体捞出，就说是下游发现的。面上的仵作和目击证人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怀瑾办事果然稳当。春猎之后，沈相嫌抗力醉酒溺亡之事，便会传遍整个余境。到时候我们就散播此处有沈相的冤魂，便无人敢靠近猎场。届时，世子的银矿便再没有后顾之忧。好寂寞。你我不便离开宴会太久，以免惹人生疑。走吧。这石头重于千斤，非你我人力便能挪动它，只能等待支援。江大华，坚持住，不要放弃。我是不会放弃的，不然怎么给小莲奶奶报仇啊？没有人会永远弱小，他们也会凭借手中的笔墨刀剑，成为能保护别人的人。自己都快死了，竟然还想着别人。以世子的心智，绝对想不到这么阴险的计谋，定是我那位大九哥的手笔。若是今日桃花与相爷皆命丧于此，你我虽生不能同亲，死却能同穴，也算是夫妻缘分一场。如此说来，倒也不错。明明刚刚还在这儿呢，怎么不见了？快给寡人去找！是主上。父王，父王，可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？你如何得知？主上找的可是这颗棋子，刚刚分明已经被微臣给吃掉了。正是这颗。接着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世子此话何以理解？本相不在这儿，还能在哪儿呢？殿下，去把表哥找来，让他看看他说的万无一失。世子息怒，这沈在野刚刚独自回到宴席，看不出任何异样。一个人啊？江桃花的包袱，莫非他们在银矿里发现了什么？还请世子殿下回避，这里都是女眷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哎，本宫丢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东西，和娇娘子手上的很相似。
这绝不是世子殿下的东西，还请世子殿下莫要再胡搅蛮缠。既然那么坦荡，那本宫检查一下没什么吧。可以给世子检查，但还请世子先出去，避免惊扰他人。还轮不到你一个妾室来教我做事。本宫倒要看看你们在搞什么把戏。娘娘莫气，是桃花的过失，只是世子万般阻拦，实在是拦不住。你敢耍我！没事吧？世子殿下这是做什么？相爷，王妃要更衣。桃花赶着给王妃送衣服，谁曾想到，世子殿下一路跟随，非要闯入王妃更衣的帐篷，还要看王妃的衣服。义子，没事吧？王妃的营帐你也敢擅闯？寡人还没死呢。父王，儿臣无心轻慢兰王妃，是谁？骑兵主上。世子殿下是在帮臣寻找丢失的玉佩，无意走错帐篷，绝无唐突兰王妃之意。对，表哥的玉佩丢了，儿臣又看到江娘子鬼鬼祟祟，并未注意到这是兰王妃的帐篷。主上，方才是我不小心将酒洒在了衣服上，便让沈相的妾室帮我来更换。世子不管不顾就冲了进来，现在倒说是丢了玉佩，难不成是怀疑我偷了世子殿下的玉佩啊？怎么会呢，爱妃？你一向是善解人意，不会做错的。是殿下弄错了，误会了江娘子，才会惊扰了王妃。如此紧张，也是因为心系主上。毕竟猎场的安危是世子殿下的职责所在。是儿臣太过紧张，儿臣向兰王妃赔不是。既然世子已经认错了，那便不再追究了。原来大家都在这儿啊！我还说怎么宴席上都没人了呢。父王，明日打猎的彩头到底是什么呀？您可不能赖啊！义子，今日殿前事宜，念你是初犯，随即滚出去，领10道鞭子。我们走。儿臣知错。相爷和江娘子真是伉俪情深啊，叫我好生羡慕。三殿下多多海涵，江娘子受了惊吓，现在应该回去休息了。竟然能将最得宠的兰王妃也设计进去，你倒是坦荡。这10鞭，就算是暂时为小莲出口气。不错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世子定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走吧。脚扭伤了。
边无大碍，相爷快放我下来。现在整个玉京都知道，你是我最宠爱的妾室。如今妾室受了委屈，奸相心急如焚，急不择路，才是正确的戏码吧？相爷真是好眼气。寻不尽，前途风雨聚散云不定。沈相抱着的是大公主吗？堂堂左相竟抱着个小妾招摇过市，成何体统啊！那孟氏女不是也在吗？看不出沈相竟也有这般情浓的样子。纵然这一生枷锁，可握着我，此生都经过，不为命运的蛊惑，斩断了因果。缘分这一世交错，爱过恨过，终不负嘱托，以情或淬炼成我不去的轮廓。不要用纱布了，刚才是一时情急，世子顾不上。这要是让他发现我这手上还有腿上都有伤，定会不依不饶的。都怪那沈相，就这么一会儿还要让公主受伤。若不是他提早运筹帷幄，这次我怕是要死在那矿洞之下了。相爷，是我。怎么来的比计划迟？他们一直在那灌水，属下怕提前出来坏了相爷大计。事不宜迟，你赶紧和江娘子回营帐歇息，我得赶回宴席那边。哦，衣服呢？哦，这儿。我随相爷一同回宴席。不必，你如此虚弱，回去养伤就好。我一人回去，亮世子也不会说什么。小伤无碍。若相爷独自回去，恐无法堵住世子之嘴。好，这太危险了，公主。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，还是让那奸相自己去探吧，别再把自己置身于险境之中了。被世子算计了那么多次，这次也总算是出了口气。而且，我若是没去，又怎会知道吕后的目的呢？公主探到了。我到了那银矿之后，才明白吕后到底想要做什么。这么一大笔钱，足够她在北院拉拢群臣，蓄养死士，甚至军队了。银矿、恶钱，都与世子有关。一旦世子东窗事发，定会被废，而后大齐的其他几位王子便会开始争夺储君之位。届时局面大乱，吕后就能坐享渔翁之利。这就是他的真实目的。他疯了不成？大齐兵强将猛，一直在找机会将疲惫不堪的北院蚕食掉，却苦于没有一个让朝臣信服的出兵理由。但若吕后行径败露，齐国上下定再无主和之派。吕后狼子野心，定会把整个北院都害了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。可是这太危险了，公主。要不咱们找个机会躲起来，等他们斗完了，我们再出来。我们早就已经被卷入其中了，无法置身事外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是危机，但也有可能是转机。只要我们联合同盟，内外合作，这可能就能成为我用来制衡吕后的突破口。那这突破口，莫非是那奸相？事到如今，沈在野已经是最后一棵救命稻草了。
但是那个奸相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。不能如此被动。若想拉拢此人，得先递出投名状。什么投名状？一招制胜，让他不会再怀疑我的投名状。猪狗不如的蠢材！奴才错了。殿下息怒。骂个奴才出气本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刚刚挨了鞭子，别把伤口撕裂了。好在行刑的侍卫下手知道轻重，到底没敢下狠手，上了药，过几日就好了。方才那将士张皇失措，让我以为他怀里是什么要紧之物，害我变形，还被父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申斥。我可是世子，父王竟一点人伦不顾。沈在野老谋深算，他那个妾室也是八面玲珑。殿下要处处小心，不然的话，很容易被他们引导酿成大祸。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矿洞顶上有个人为凿开的洞口，沈在野怕是一早就留了后手。他们怎么这么命大？杀了几次都杀不死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是要沉着冷静。眼下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春猎大法结束，万万不能自乱阵脚。那我这几鞭子就白挨了。别急，如今他们在我们的地盘，不怕他们没有防备不及的时候。明日就是春猎了。父王不会发现银矿的事吧？放心，已经安排妥当。只要殿下按我说的去做，必会逢凶化吉。如今物证已有，只是人证还需要花些功夫。若是能找到之前矿内的工人，把他们安全护送到主上面前，此事则可成。按照小莲所说，那些工头每隔一段时间，便会招新的做工人选。那么大一批人，不是寻常地方可以容得下的。他们转移的这么仓促，人数又这么多，定然走不远。应当就是在这猎场附近。这里。营救矿工之事，我会另想办法。为了遮掩耳目，明日还需……你尽管放手去做吧，我会想办法争取时间的。不可，此事我会交由别人去做。可我是最合适、最不会引起怀疑的人选。相爷放心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主上先前赏的，我没什么用。多谢相爷体恤。本相夜里空有军务缠身，睡在这方便些。江娘子不必挪动，睡在床榻上。忐忑的心越亲密，越是藏匿。思绪总在想你的夜里，越欢喜越害怕
失去。你的眼睛如满天繁星，清澈而透明，倒映着天地。相爷明日多加小心。暖暖初心，狂风吹不息，写下相思传奇。就算会分离，也在所不惜，生死相许。一无所知，花美不可一世。花落北风编织，阵中渐黄如隔世。花瓣被雨淋湿，心碎结踵而至。花落泪，辗转心事，无处可告知。心愿在泥泞里挣扎，遗憾在绝望中厮杀，还盼他摘下怀抱露出的花，就算要将此花赠予。谁窥视，爱恨只能一掷。花枯萎，破败心事，再无需告知。怎奈还疯狂地想他。轻压，紧握他说的与花有关的话，原来是他悠悠之情的回答。撤！发警了！诸位回避，小心受伤。我刚刚听到世子和孟怀瑾的谈话，他们派了人，今日要射杀奸相。现在，我终于救了你一次。江桃花，江桃花，走。这次刺杀究竟是不是殿下做的？不是我干的。一开始是找了杀手，可后来还是罢手了。毕竟在父王眼皮子底下，我也不想惹事。表哥不相信我。